光陽兩大旗艦性能super大，往內互導開吹啦！據5月最新掛牌數來看 ，G7 率先拔得頭籌，但這數字反映的是市場，輸贏還是得回到我的通勤戰場，看哪一台車在市區超價讓我更爽。影片最後再聊聊光陽兩大性能旗艦，為什麼5月掛牌數加起來竟然不到1000台？難道我期待已久的大場面終於要來了嗎？刺激，刺激！喲，大家好，我克里斯，今天要來改車啦。沒有錯，因為盛源車業的阿佑呢，最後已經慢慢變成了 G7 的形狀，對啊，它原於心不忍。G7 上市之後哦，你們的 RT 销量有比較低一點嗎？差蠻多的呢。為什麼？該買的都買完了，然後它最近也是小改款而已啦。然後 G7 真的是变得比較多，所以現在大家有需求，大車需求都會跑去買 G7。然後我的 RTX 呢，在盛源車業待了好幾天了，對吧？據說阿佑有做點手腳嘛，對吧？我覺得它最大2個問題啦，第一個就是皮帶夾的緊度不太夠。哦，是原廠的設置就不太夠嗎？基本上原廠車他們就是不會夾那麼緊，為了保守。OK。然後第二個就是它的中尾數延伸比較差哦，因為我知道起步蠻猛的嘛，然後它到大概40到60那邊，車子就會有點有轉速，但是上不去 ，OK， 會有點笨笨的。好，這個還有問題，像我之前騎 RT 的時候去跑山道嘛，上坡的時候會很明顯的扭力感就流失。魔改之後呢，上坡的表現理論上會好一點點啊，但是不會到像 G7 一樣，因為畢竟 PTM 系統還是有它的優勢存在。好，了解了解。OK， 再度擴散 RTX， 回首這兩周以 G7 朝夕相處的體驗，來盤點這兩台車在市區通勤的個人剛需表現，看看究竟誰才是我心目中光陽的性能通勤王者。我在此宣布，2026年光陽內戰正式開打。雖然我已有所覺悟，但還是與大家分享我的看法，還盼各路車友多多指教。我覺得 G7 跟 RTX 真的很難直接進行對比，因為我覺得是2個本身是本質上架構上都不同的車。不好意思啊，進行機車也是逼不得已的，因為這也是機慢車道跟上國道岔口打結。如果我走機慢車道會很危險，為了安全，只能走這個進行車道。來，加個速，真的好輕快。像動力來看的話，你不會拿單缸車跟双缸車來做比對吧？它那個根本沒有意義。然後像這個傳動特性的話，就是固鎖式引擎搭配 PTM， 然後就跟這台不是固鎖式又不是 PTM 傳動的 CVT 系統來做比對的話，其實也好像沒什麼很大的意義。像我這都是骑檔車的嘛，然後這台 RTX 是我人生第1台速可達。然後我在騎 G7 的時候，可能我下意識可能有把它當成就擋車的吧，所以我跨上 G7 的時候就很快就覺得有一種莫名的熟悉感。然後現在我騎回這個 RTX， 我反而覺得有點陌生了，前置物空間啊，真的差距很大。像那個 G7 嘛，哇，就是塞下一瓶那個飲料杯都還綽綽有餘，而且還很深。像RT的話就非常淺，你放一個500ml的水罐哦，可能骑來看都會有那晃，有點驚爽。雖然是沒有掉出來過啦，但我覺得RT的時候它這個前置物板一個很酷的地方，就中間有一個凹進去的。對，有時候再打包一些湯類的那種外帶啊，剛好勾住是嗎？那個湯它可以完全是水平狀態。然後我覺得以日常體感來看的話，我覺得還有差異的是坐墊的吧，这個它G7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就完全包覆。像 RTX 對我這個身高來說還是有點太小了。哎呦，還有3秒，來得及嗎？哎呀，沒機會有沒？哇，那個懸吊真的好硬哦！天哪，真的是比較沒有傷害耶。剛剛過那種基本的人孔蓋啊，這種很基本的這種小小的顛簸，它人孔蓋你看，哇，就很晃了，晃到都是震到手肘，震到肩膀來耶，不是開玩笑的。哦，這個加速真的是沒有話講，更加輕快，更加直接。這RT的加速更加直接，我加滿油哦。
騎在我不到20公里就掉一格了。我記得 G7大概是騎了超過50多公里才會掉一格吧？對啊，這是個蠻有趣的現象。哎，又跳回去了。對 ，RTS 這個油量顯示就是那麼俏皮。來，稍微拉轉一下，輕輕的，輕輕地，我要離開你。哇，這個懸吊真的是好跳哦，好硬邦邦哦，有點想騎 G7了嘞。哎，哦，哇哦，哇 ，G7在5月份的掛牌數500多台耶，哇哦，什麼光陽醞釀那麼久，重磅壓軸的旗艦 G7，怎麼在第一個掛牌數有點出乎意料？是因為真的是晚交車的關係嗎？這個好像首批交車好像也是有一點狀況，所以很多車主都沒辦法那麼快領牌交車。這個嘛，也許等我今晚去找阿 U 保養 RTS 的時候，我順便問問看。哎 ，OK， 待會點到位置就好，別讓阿 U 難辦，更避免他被長官翻桌。怎麼了？據說5月份 G7 掛牌數就500多台，怎麼回事？就還沒交出來啦。是為什麼？是真的是交不出來嗎？我不知道啊。公司是說還沒有產能，還沒有做出來。哦。但是我是希望他們慢慢做啦。哎，做仔細做好。哇哦，所以产能是碰什麼狀況？是產能是趕不及，還是真的是？這我就不確定了。不確定啊，對吧？好神秘哦。光陽這個東西，哇哦。但是我也是希望有車可以交啦。好，那你預計6月份可以掛台多少台？你覺得？6月份。感謝阿 U 的誠心分享。在新南光陽兩大旗艦5月掛牌數加起來不到1000台之前，先來回顧一下，最近我跑山時遇到了一位大哥，他同樣也是從大型重機轉而開始迷上速可達的車主，就讓這一段大約2分鐘的精華談話當做這支影片結尾的序言。這兩家其實應該算兄弟啊，只是說三陽以前就是擺爛這樣子，然後就讓光陽在市場大概佔了第1名20年左右，然後那三陽是因為他們內部企業已經整合好了，所以一開始就開始振作。你看這5年來，全部就一直拉上來這樣，幾乎把光陽踩在地上這樣子。不然以前最多的都是光陽的那個光陽的機車啊，對啊，那個市場一直在變化啊，而且現在年輕人对這種車就捨得花錢，買車會呼朋引伴的嘛。哦，對，我們這一群買，可能大家都統一買一個機種，不然你看那個三陽那個車怎麼可能都每年都賣那麼多？因為我覺得賣給學生的話就很大的就優勢了。對啊，就是整個一群同班同學或者是學生啊或年輕人這樣子，他們有人就是揪一群，因為大家都要有伴啊，一群就是出去玩這樣，會想說買一樣的車這樣。台灣的車廠就是也沒有競爭啊，但是也不振作，那再加上路權就是限制成這樣，他們會把主力都發展在這種白牌汽車上。沒錯，對，這個其實就不好，而且車子賣得不便宜啊。你可以自己比較，你就知道馬來西亞人你就最清楚了。你比較一下，同樣一款車在馬來西亞賣的價格跟在台灣賣的價格。MT-CU 啊，在馬來西亞三陽還是賣6萬多而已，可是配備比較弱一點點。那個我覺得還配備弱一點。哎呀，那個你不可能說它一個配備2個配備這樣去差了一半的價格啊，那個太誇張了啊。那你就知道三陽在台灣賣的有多貴啊。对，光陽其實也是的，其實這個車價其實都是光陽搞出來的啦。對，早期都是光陽搞出來的，他搞到後來他自己反而佔不到便宜啊，因為市場一直被這幾年給三陽給賺走了。感謝這位大哥的誠心分享，雖然他看得相當透徹，但我還是感覺得出來，有些話依然語帶保留。這一點我也能理解，相信很多陷入沉默螺旋的消費者，在看過其他市場的競爭氛圍之後，內心其實都希望台灣汽車市場能變得更好。只是因為問題累積久了，短時間內確實很難改變些什麼。撇開光陽 G7 的實際銷量與掛牌數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，我看到的其實不只是數字，而是某種似曾相識的氛圍。就像我去年買 RTS 的時候，網絡上那種光怪陸離，甚至有點陰陽怪氣的現象，如今又再一次出現。是說光陽的仇恨值竟然可以那麼高？我想我自己應該也算是有初步的理解。但台灣市場這種獨特的仇恨與對立氛圍，依然讓我看得相當獵奇，而且老實說，還越看越精彩。回到台灣高階速可達市場，三陽除了在車子規格上的創新，且在品牌操作、話題塑造，尤其是年輕族群的經營上，針對年輕元素這一點，確實明顯比光陽更加多彩。這背後，相信也和公司經營方式也有相當直接的關係。反觀光陽，至少以我目前看到狀況來說，還是相對的保守，甚至有點老派。很多產品明明有自己的特色，卻常常沒有把故事給說好。該講的優勢沒有白話講透，那算了。可是該回應的質疑也總是慢半拍，最後這半拍留下了空白，
自然就會被網絡上各種質疑聲浪給填滿。我想光陽現在最大的問題未必只是車做得好不好，而是當市場早就進入了情緒競爭，光陽卻還停留在只要把車做好，消費者自然就會看見的年代。Anyway， 市場情緒與車子真正騎上路的體驗完全是兩回事，我覺得還是應該拆開來看。另外，剛剛從了那一段李大哥的對話，應該多少也能窺探到台灣汽車市場的一些本質。我在這也不便多說些什麼，反正我就是一位希望不用付出過度溢價，也能買到好騎好玩，而且真正適合自己的車。論車的好壞，至少真的體驗過再下結論，算是身為專搞汽車浪漫的我想守住的基本態度。當然，以上一切僅是速可達測齡不到1年，小弟克里斯我的小小分享。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子啦，拜。